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还是你们熟悉的丽姐。咱又在这相亲故事的时间见面啦，感谢一直以来订阅我频道的朋友们。要是今天这故事能让您听得过瘾，就给丽姐打赏杯茶钱，您的支持就是我讲故事的动力。今天要讲的这个相亲故事，那可真是够刺激的，说出去都能让人惊掉下巴。啥事儿呢？就是一个三婚女带着3个儿子来相亲，一开口就要99万的彩礼，还要求男方必须是没结过婚的。您就琢磨琢磨，这条件一摆出来，现场能不炸开锅吗？得嘞，话不多说，我这就给您细细道来。事情就发生在上个周末，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在婚介所忙活着，就接到了一个预约相亲的电话。电话那头说有个叫陈琳的女士要来相亲，还会带个朋友一块儿。我一听这情况，心里就琢磨，带朋友来估计是想找个人给自己把把关。没过多久，陈琳和她朋友就到了。我一瞧，嚯，这陈琳38岁的年纪，头发梳的那叫一个一丝不苟，身上穿着一套精致的套装，气场强大的很，一进来就给人一种我就是来挑人的感觉。她旁边的朋友也是打扮得很精致，俩人站一块儿还挺引人注目。我赶紧笑着迎上去，把他们带到了相亲的小咖啡厅。这咖啡厅是我们婚介所专门布置的，环境安静，氛围也挺好，平时相亲的客户都挺喜欢在这儿聊。我们坐下后简单寒暄了几句，正准备开始深入交流呢，陈琳就递给我一张纸。我接过一看，好家伙，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她的相亲要求。我心里当时就咯噔一下，想着这姑娘的要求恐怕不简单。我仔细往下看：1. 男方必须年薪过100万；2. 彩礼99万；3. 男方没有过婚史；4. 不吸烟、不喝酒、不赌博，最好是个有责任心的人；5. 对我和孩子们要好，能接受我带着3个孩子一起生活；6. 必须有独立的住房和车子。看完这些要求，我差点没直接问出那句您是哪位，来这干啥？心里想着这要求也太高了吧，99万彩礼，男方还得年薪100万，这哪是相亲啊，简直就像在做买卖。但我毕竟是干红娘这行的，得讲究职业素养。这些话只能在心里想想，脸上还是保持着笑容。我心里就犯嘀咕，这姑娘到底哪来的这么高自信，敢提这些要求啊？不过话说回来，陈琳也确实是有背景的人，她父母是做生意的，家里条件还算不错。她自己呢，在一家大型公司做经理，工作能力那是相当强。她跟我讲，之前的2段婚姻，一段是因为性格不合，另一段是因为男方经济原因，最后都分了手。这3个孩子都是她辛辛苦苦亲自带大的。这些经历让她变得特别独立坚强，但也让她对这未来的婚姻抱有了不小的期待。等我们聊得差不多了，男方刘强也准时到了。这刘强看上去30岁左右，身高得有185，体格健壮，穿着打扮很得体，一看就是个成熟稳重的人。他一进门就笑着跟我们打招呼，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。陈琳站起来和刘强握了握手，我也赶紧给他们倒上咖啡，心里想着，这俩人看着还挺般配，说不定能擦出点火花呢。刚开始聊的时候，气氛还挺不错的。刘强很健谈，说话也有礼貌，从聊天中能听出来他是个挺有事业心的人。我心里还暗自高兴，觉得这相亲可能有戏。可谁能想到，接下来的对话直接让我惊掉了下巴。聊了一会儿后，话题自然而然的就转到了婚姻问题上。陈琳也不绕弯子，直接就说，刘先生，关于结婚的事儿，我觉得咱们得先谈清楚。我要求彩礼99万，这个您能接受吗？他说话的语气特别淡定，就好像这99万彩礼是一件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。刘强一听，当时就愣住了，眼睛一下子瞪大了，说99万？你没开玩笑吧？咱们这是相亲，又不是买房卖车。这彩礼要的也太离谱了。陈琳面不改色，还是那副淡定的样子，说我没开玩笑。婚姻要讲究尊重和责任，我给你这个机会，你要懂得珍惜。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感觉。刘强皱着眉头，有点生气地说，责任？责任是双方的，99万的彩礼，您是想让我负责一辈子，还是想让我买个责任证书啊？
哪有一上来就开这么高彩礼的？这时候气氛一下子就变得紧张起来了。我在旁边都能感受到刘强的愤怒，他是真的被陈琳这个彩礼要求给激怒了。可陈琳呢，依然淡定自若，好像刘强的反应在意料之中一样。他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知道我要求高，但我觉得我值这个价格。我带着3个孩子，你要是能接受我，那就证明你是真心的；能接受99万彩礼，那就证明你有能力也有责任心。”刘强冷笑了一声，有点不客气地说：“你说你值99万，我倒是想问问你，3婚带3个儿子，除了值钱还能值什么？”我当时一听这话，差点没把手里的咖啡给泼出去，心想着这刘强也太直接了吧。虽然我知道他可能没有恶意，就是被气得有点上头了，但这话也说得太伤人了。陈琳的脸上明显闪过一丝愠色，不过他还是强忍着说：“我有我的价值观，你要是不愿意接受，可以走人，我不想浪费时间。”看到这种情况，我心里真是五味杂陈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相亲红娘，什么样的客户没见过啊？可像陈琳这样要求这么高的，还真是头一遭。这99万的彩礼，我真不知道他是对自己有多大的自信，还是单纯觉得钱能解决所有问题。说实话，我也能理解陈琳，她经历了2段失败的婚姻，又带着3个孩子，在社会上难免会遭受一些异样的眼光。这些经历可能让她对婚姻缺乏安全感，所以才会把要求提得这么高。但她得明白，婚姻是2个人的事儿，可不是买卖，不是你出个高价就能找到合适的人的。刘强呢，估计也是被陈琳这突然的高额彩礼要求给吓到了。他一个30岁左右的单身男，虽说看着事业发展的还不错，但一下子拿出99万彩礼，确实也不是个小数目。而且这要求里还有其他那么多条件，换作是谁，可能都得犹豫犹豫。刘强最终还是不想继续这个对话了。他站起来对我说道：“丽姐，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有共同语言，这个相亲算是失败了。”说完，他就转身离开了。看着刘强离开的背影，我轻轻叹了口气。再看陈琳那边，她依然坐在那儿，气定神闲的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她看着我，淡淡的说：“丽姐，我知道自己很挑剔，但我有这个权利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婚姻能更好呢？”我看着她，想说点什么，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心里想着，婚姻的确是得挑剔点，找个合适的人不容易，但也得现实点啊。毕竟不是所有的要求都能通过高价彩礼来解决的。爱情和婚姻最重要的还是2个人的相互理解、包容和尊重。这事儿还没完呢。后来啊，我又和陈琳聊了好一会儿，我就跟她说：“琳啊，你看，这婚姻可不是菜市场买菜，说个价就能成交的。你这些要求确实有点高了，就算是条件再好的男人，恐怕也得掂量掂量。你带着孩子，以后的生活不容易，找个真心对你和孩子好的才是最重要的。”陈琳听了我的话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丽姐，我知道您是为我好。我之前2段婚姻都失败了，我不想再重蹈覆辙。我就想找个能给我和孩子安稳生活的人，我觉得这些要求也不过分啊。”我看着他，耐心地说：“琳，你看刘强，他条件也不错啊，有事业心，人也挺稳重的。要是你能稍微降低点要求，说不定你们还真能成呢。你这99万彩礼一下子就把人给吓跑了。”陈琳有点无奈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丽姐，我也不是非要这99万彩礼，就是想看看男方的诚意。我带着3个孩子，以后的负担重，要是男方连这点都不愿意付出，我怎么能放心把自己和孩子交给他呢？”我听了他这话，心里也挺感慨的。我说：“琳，诚意可不是光看彩礼的。一个男人愿不愿意对你和孩子好，从平时的相处中就能看出来。你得给人家机会，多了解了解。”陈琳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丽姐，我明白了。可能是我之前想的太简单了，我回去再好好想想吧。”从那以后，陈琳又参加了几次相亲，不过她还是没遇到合适的人。每次相亲回来，她都会跟我聊聊情况。有一次，她相亲的对象是个做生意的，条件倒是不错，年薪也过100万了。可对方一听说她带着3个孩子，直接就拒绝了。陈琳跟我说的时候，语气里满是无奈。还有一次，相亲的男方倒是不介意她带孩子，
可对彩礼的事儿一直含糊其辞，陈琳觉得对方没诚意，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。看着陈琳一次次相亲失败，我也挺心疼她的。我就劝她，琳啊，你也别太着急了，婚姻这事儿急不得，你把心态放平和点，说不定哪天就遇到对的人了。陈琳苦笑着说，丽姐，我能不急吗？我年纪也不小了，孩子们也需要一个完整的家，我就想快点给他们找个好爸爸。我安慰她，你这心情我能理解，但你得知道欲速则不达啊。你看你之前每次相亲都把那些条件摆得那么高，男方一听就有压力，你稍微调整调整，说不定机会就来了。陈琳听了我的话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后来她跟我说，她想通了，不再把彩礼这些物质条件看得那么重了，更注重和男方的相处和了解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陈琳遇到了一个叫王涛的男人。王涛是个大学老师，离过一次婚，有一个女儿，两人见面后聊得还挺投机。王涛不介意陈琳带着3个孩子，陈琳也欣赏王涛的稳重和学识。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后，感情越来越好。王涛对陈琳的3个孩子也很好，经常带着他们出去玩，孩子们都很喜欢他。陈琳跟我说，她从来没想过自己还能遇到这么合适的人。后来王涛向陈琳求婚了，他没有给99万的彩礼，而是给了陈琳一颗真心。他对陈琳说，我虽然给不了你那么多钱，但我会用我的一生来照顾你和孩子们。陈琳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她答应了王涛的求婚。现在陈琳和王涛结婚了，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。陈琳经常跟我说，多亏了我当时劝她，让她明白了婚姻的真谛。其实啊，我觉得这都是她自己想通了，懂得了婚姻不是用物质来衡量的，而是要用心去经营。通过陈琳的这个事儿，我就想跟大家说，在婚姻这条路上，千万不能只看重物质，得找个能和自己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、相互尊重的人。就像我一直说的，婚姻不是市场上的交易，而是2颗心的契约。好了，今天这故事就讲到这儿啦。大家要是觉得有意思，别忘了点个赞，给丽姐打赏打赏，咱们下次接着聊相亲故事。